好的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们看刘帆大佬提供的一期，最近刘帆大佬今天大年31点多钟，刘帆大佬出了一期美军新手教学啊，关于牌组怎么搭配。然后正好前几天他投了一期1v1，也就是这一场啊，也是他用的那个兵牌啊，大家可以结合一起来看。就今天刘放的那个出的教学，他的牌组思路是怎么样？然后这一场比赛呢，就是他利用这个牌组这8张卡啊，怎么具体的来操作打了一个1v1啊，两个可以结合一起来看。那么对美军这个体系现在版本的这个体系有一定理解。然后这期刘帆大佬也是指定一定要求给对方选手打一个码蓝色方。这里我就不介绍选手 ID 了，然后后期视频里面我会逐帧再看一下啊，有要求我一定会照办啊，一定会去打码。但是还是呼吁一下，因为一般我的视频是不打码的啊，我没想到这次打码啊，但是大家有要求我一定会做，没想到这次要求呢，第一次打码啊，居然留给了刘帆大佬。我们看一下这场也是非常难得，但是还是再次呼吁一下。第一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之前也呼吁过，把对方自己打输了的，把对方打得好的，可以拿来投稿啊，这种视频会更有意义一点啊，这样也就不存在打码的问题了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大家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，就是 YouTube 上油管上我们看到国外一些选手打得比较好的，俄罗斯的军团啊，具体是不是俄罗斯人我不太清楚，是俄罗斯那个叫什么星际军团，然后里面有 Pinas 打得比较好，上赛季全球1v1排名第一的，还有现在这个赛季打得比较好的 Pinas 和 PZ， 在油管里面他们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和全世界的那个对线嘛，玩家对线嘛。那因为咱们中国玩家的基数比较大，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对线的是这个中国玩家啊。我看油管里面老外也不打码，所以第二个呢是呼吁什么呢？就咱们国内玩家啊，也其实也不需要这个叫什么自闭加增，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原来我文化低，因为我记不清那个成语，就那个我们可能国内玩家会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但其实你再想一想，YouTube 人家也没给你留情面，人家该怎么样也怎么样，该怎么发也怎么发，你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啊，其实咱们国人玩家大可不必去这样去操作，还是要把打得好的给亮出来。那么结合第一个前面那个呼吁，把对方打得好的，尽管自己输的，可以分享到战报里。那再一个呢，也不要太在意自己颜面的问题，因为真正对于高端选手，我相信对于蓝色方这次打码蓝色方来讲的话，对于他来讲，这种高端选手其实根本也不在乎一场比赛的输赢，输赢很正常，太多了。也有很多阴沟里翻船大佬里面都很正常。其实打得好，赢了就是好的打法，大可不必去这个或者叫什么保全对方的颜面。其实真正的高端局，像这一场，对方一定其实不太会在乎这场比赛的输赢。好了，就唠叨了挺多，就是两个呼吁吧。第一个是多投对方赢的，打得好的，你觉得可以学习的，或者大家可以分享出来，可以分享给大家啊，对方打得好。那么第二呢，所有的节目我会去上传到 YouTube， 那么以后特别是咱们高端的国人玩家遇到了像 PZ 啊、Pinas 啊这些打赢了，也可以尽早拿给我，然后备注跟我说清楚，到时候做好视频我会全部都上传到油管啊，也让所有中国玩家咱们沃 A 中国玩家的一些精彩视频，还有镜头，还有一些理念、想法和声音能够上传到国外，让老外也能看到啊，增加大家相互的交流。好的，说的有点多，就两个呼吁吧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啊，地狱公路，红方刘帆，这一套牌组就是今天刘帆大佬啊，这视频里介绍的。那么机械化.50加小工兵是为了三对兵开嘛，然后主力是空降，地狱猫和霞飞。那么霞飞那个比如说5-5开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先下霞飞。如果有比较大的优势，那么就可能会跳过霞飞啊，大概率也不会跳过，因为要 buff 一下空降兵。大概率5-5开或者劣势的情况下，是一定要加霞飞
啊，其他情况下可能会下飞，如果巨大优势的话，下飞可能会跳过，因为也不太需要 buff 了嘛。主力还是喵喵有一台，那么剩下的都减8，12级的减8等级也比较高啊。12级的减8，我今天看刘帆的那个视频，有1200多血量的，1200血量的中坦啊。然后这是最后一个牌组，就是这个版本比较流行的小炮，开局的小炮，完全替代了这个榴弹炮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蓝方选手 M742加鸡蛋兵3猫，是一个闪电人，没有选择比较流行的带晃格啊，闪电人的虎王，闪电人的3猫，闪电人的4号 H 带了空猎 AT 和混凝土碉堡。闪电人倒也不是很那么缺弹药。好，地狱公路这场1v1高端局我们看一下。蓝方大 G 机枪，大 G 和机枪开。刘帆选择深对兵，点50加机械化加小工兵，小工兵采取了一路连到底啊，先连这个战略点，也就是小圆点，我经常叫它小圆点啊，其实就是加3点弹药、3点油的这个战略点。战略点起到一个支撑前线重要的大弹药啊，支撑前线重要的这个油点啊，起到一个支撑作用，所以叫它战略点。小工兵一路连过来连 A， 那么连完 A 以后是选择进入大弹药呢，还是选择进入对方的战略点小圆点呢？这个看局势的发展。还有你带的指挥官缺不缺弹药？如果你缺弹药的话，可能优先连弹药。如果对方攻到了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你小工兵又打不过他，有一个装甲掷弹兵或者一个大 G 在这里，你看到对方兵牌，你是打不过的小工兵，那么你可以考虑连这个圆点，因为对方会连大弹药的情况下，那么你就考虑连这个啊，进行一个错开。整体的思路，点50加中场 B 点，对方没有强点，点50先进个点，进点以后马上加起以后采取一个先发优势嘛。但蓝方选手大 G 是并没有管中间，而是直接去奔向工兵所在的 A 点，机枪已经开火，工兵被发现。机械化是连自己的战略点，再去连弹药，因为对于刘帆来讲，这个20点弹药的扫射人，大弹药也还是需要有的，可以频繁的放扫射，进行一个局部的战略优势，一个扫射放下来压垮对方啊，这是小细节，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弹药支撑的。小工兵站雷盾，拖延一点时间，拖延不了，因为这个点对方已经在开了，小工兵不能出掩体，也不能太近，就拉走，不要避免这个战损失，血少了1/3，赶紧拉走。机枪直接扑向了油点，对方因为小工兵在这边已经看到了对方2队兵这边大 G 和机枪，对方最多只有3队兵，那么还有1队兵，对吧？还有1队兵，所以机枪是可以很放心的进油。A 点打输了。C 点肯定就能拿下。我们看一下对方选手，蓝方3队大 G 开，并没有采取工兵，前期也不太需要工兵维修，带了工兵没有？根本就没有带工兵，碉堡也可以起个维修的作用。然后这张图回家也比较快，装甲修理一下，4号 H 什么的并不是很怕，并不是很担心修理的问题。机枪压到了油，那么这个点双油在手。对方的大 G 从 A 点一路摸过来，就你端我油，我也端你油，就大家进行一个反制。那么小工兵在上，这个时候，不可能打走这个大 G， 那么就稍微踩一下这个点，把点踩出来。机械化这个时候和点50进行一个汇合，机械化在摸这个点，摸这个点，但机械化现在要被2队大 G 包。这里大 G 也是一样的，要先开点，那么还好1v1，一队大 G 打机械化，机械化把点开掉，马上要采取体贴，贴上去，但是半血不是很健康，半血，大 G 先撤了，大 G 没有升枪，近距离贴，机械化半血贴赢了，但大 G 主要是大 G 没有弹药升枪，大 G 的弹药刚好够23点，现在刚好够，交了3猫，小喵喵到场。小喵到场，小喵喵是那个叫什么？地狱猫在刘帆手上，美军手上，小喵，哎呀，傻分不清，小喵喵是地狱猫，小喵是3猫。
红方控到了一会双油，然后现在蓝方继续控，蓝方控到了双油，大家来回调。然后现在是场面上叫了霞飞，霞飞来 buff 一下步兵。你看步兵头上顶了毛姆多的 buff， 这个是还没有升入3本啊，没升入3本，这个 buff 是这个霞飞提供。霞飞直接封机枪，封烟，看到的机枪封烟，然后这样的话步兵上来很健康，不会被机枪压。霞飞就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。这刘帆的视频介绍牌组的时候提到了霞飞非常有作用。霞飞的侦察飞机，霞飞的烟雾，关键的时候风机枪烟雾来，然后看伞兵接线，伞兵可以接线，直接丢个手雷。对方的卡等也比较高，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 buff 加成，也是有个 buff 加成。开了303。机枪还是遭不住，还是赶走。这个时候大 G 被摸到满血，伞兵可以机枪一走，伞兵就可以借助霞飞的 buff 啊，往前突，很快。点50继续把自己的油开掉。小公兵呢？小公兵继续，小公兵摸到哪去了？小公兵摸到了 A 点，那么继续前线打得比较激烈，小公兵这就没有操作到。操作到现在不激烈的小公兵一定马上会动起来。这就是高端局，大家手速会比较快，而且大家的意识比较清楚，大家看到对方的卡牌就知道要怎么打。这就是前期刘帆大佬讲的那个卡牌的那个作用。再结合这期视频，我们看小公兵动了，小公兵连炸弹药，有料点自己也是连过来，点50继续加 B 点，和前期思路一样，把点拿掉。下飞再去找没有任何反假能力的这个大 G。机械化再连自己被占领掉的战略点，下飞开了一跑，但是考虑到对方是想看一下中间，还是想进攻油的想法，我大概猜一下，但是看到了 AT， 马上交烟，不要给 AT 机会，毕竟对高端局来讲，他第一发肯定给了断腿，那下飞即使交烟还可以击个低板，下飞的生存概率会下降，有可能是发现对方 AT。没有发现对方 AT， 但是马上叫了侦察，这个时候就发现对方 AT 不在，叫侦察飞机，然后下飞一定会再上，点50也会再上，小公兵摸得很开心，小公兵在这个摸完了弹弹药，进攻一下，下飞这个时候就上很开心，因为我交了侦察飞机，我发现你们 AT 撤走了，没有 AT， 那么点50带下飞往前进攻，小公兵这个时候发现了被激活，白血2人赶紧拉走，3猫对方 AT 回家了，对吧？对方 AT 回家了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，马上就会来再拉到前线。所以霞飞这个时候即使3猫也只是大概1炮2炮血量，霞飞并没有选择深追，这就是高端局前面提到的意识对方的卡什么单位已经出来了，叫视野信息。你的视野信息，我前侦察飞机看到了看到了视野信息没有 AT 回家，那我就前压一波。但是视野信息留给你的是什么？对方是出了 AT 的。回家以后马上会上来，所以就决定了霞飞到底能进攻在什么位置我不能吃3猫思路是这样。点50继续往后撤被包了往后撤，避免战术人，这个回家补血，又是一条英雄好汉。交了第2队伞兵，伞兵是主力，交了第2伞兵弹药有89、90，现在。对方的弹药是46，90的弹药保存的非常好，伞兵完全可以掏桶、掏汤姆逊都可以。3猫也是对方也是一样的，你霞飞回家以后，3猫就可以来欺负你，先把你这队没有升枪了你要掏桶，把你是没升枪的这个先给你打退，利用一个射程优势这里要接一炮，还没打中，利用射程优势先把你这队打回家回家了。剩下你汤姆逊的你拿我在我3个面前又怎么样？但是蓝方也会想霞飞去哪里？霞飞回来了没有？这里 A 点漏视野 ，A 点在蓝方手里，霞飞从这里走，霞飞和机械化过来打一下这个 A 点的战场，3猫就知道了。对于蓝方来讲，3猫就知道了。那你霞飞不在，那你这些伞兵我可要摸摸、贴，揉一揉肩，揉你的小脸。3猫可以暂停开火。这里 AT 有点拉过来太近 ，AT 是想保护一下3猫，但是被伞兵摸到，伞兵直接找你 AT 的麻烦。多线操作，我们看刘帆在 A 点操作，然后这边 B 点也是一样操作。3
4号 H 到场，4号 H 来压制一下霞飞，但是马上可能会遭遇到地狱猫。减8出来，没有选择了地狱猫，地狱猫可能会在减8打到中后期，减8遇到了虎王或者遇到虎狮的时候，会交一辆地狱猫，优先交了。我们看优先交了减8到场，打击就必须得撤。霞飞过来，霞飞这个时候打完了 A 点再过来，看一下怎么处理3猫以及4号 H。减8打4号 H 也不亏啊，不是很虚。霞飞包到了猫和减8，优先把3猫干掉。这个东西留在手上呢，以后比如说你正面对决的时候，正面有坦克对决的3猫可以打副线，欺负一下步兵，就像刚刚看到筒子伞兵被打到半血赶回家，那么这个汤姆逊的伞兵也是被赶回家，3猫的作用。这个东西不能留，先干掉。4号 H 先撤，这一波交手蓝方小亏。地图资源来讲的话，也是被红方拿了一个7788C 点，这个点一定要拿。这个点拿下来以后，这个大弹药就能连盘成一线，把它盘活了弹药就能输送回家。减8带霞飞，后面有伞兵。红莲升好枪，小红兵能摸就摸，我就摸一下你要打我就走挨了2巴掌，啪2巴掌，红莲2巴掌。伞兵说：“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撤。”我们看正面战场 ，H 被抓到，霞飞也是有一定几率打穿4号 H，4号 H 叫烟，减8击离地板，再来，往走出烟这一炮打出来，一炮打地上了，减8。运气有点好，再来一炮，霞飞干掉，霞飞受不了。霞飞配合伞兵配合伞兵把 AT 收掉。霞飞就是一个 buff 步兵很关键的东西，伞兵在霞飞的 buff 下跑得更快，攻击力更强然后在追杀的时候就更凶一点。你看把残血的这个大 G 也给收掉。红烈这个时候再过来是独步难支，打不过的。霞飞在场，然后有 buff 提供2队伞兵，再来追杀大 G， 霞飞就是这么一个作用。我给 buff， 我不一定能直接收大 G， 一炮没打中，伞兵干掉了大 G。伞兵2个人丢个手雷就走，就丢颗雷，然后我就撤。AT 射在这烟雾里尝试几个地板，点了10个位置，我们看到有一个红色的点。好，蓝方这个时候48点 VP 对红方216，然后兵派上来讲呢也不是很健康，只剩下2对兵，就是这么运营着霞飞的作用霞飞的作用还是就慢慢的能体现出来，buff 一个伞兵，然后关键时候该怎么样进退，什么时候上，什么时候不上，对方有哪些视野信息，这一定是要大家这个优先掌握的。有视野就有视野信息，有视野信息就知道如何进退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，也感谢刘凡大佬还有蓝方的这位大佬提供这一期打得相当精彩。